日前，乌克兰出现了一种由气球搭载的传感器，旨在监测锁定敌方无人机操作员。这是一家乌克兰公司研发的由气球搭载的电子监视系统，此前一直在地面应用，在空中应用尚属首次。该系统在地面可监测约15公里范围内的俄军无人机操作员信号，而一旦搭载气球，可将探测范围扩展到60公里。除了电子侦听气球，在对库尔斯克州发动越境袭击的过程中，公路摄像头也成了乌军用以获取情报的手段。8月8号夜间，一支俄军增援队伍成为乌军海马斯火箭炮的目标，导致数十名俄军士兵阵亡，上百人受伤。据推测，乌军可能设法掌握了当地高速公路摄像头数据，能实时确定俄军增援部队的位置，发起打击。此外，乌军还可能利用可联网的民用安防摄像头追踪俄军动态。这类摄像头易受到黑客攻击，为情报收集大开方便之门。实际上，纵观延宕也2年多的俄乌冲突，两国情报部门在刺探打击目标、实施定点清除、进行认知作战等攻防中各有胜负。如在刺探打击目标上，2022年3月，俄罗斯空天军向位于乌克兰最西端利沃夫郊外沃洛夫斯基的国际维和中心雇佣兵营地发起了大规模的导弹进攻，整个营地被炸得一片狼藉。事后，外界分析认为，这些士兵在进入乌克兰后过于高调，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泄露了位置。俄罗斯情报部门关注此信息后，设法对这一营地的布局、人员分布、活动规律等实施了侦查，获得了有价值的情报，并审慎选择打击时间和打击部位，最终取得战果。而乌克兰的军事情报部门也不甘示弱。2022年4月1号凌晨，乌克兰军事情报局下辖的特种作战部队萨满营秘密潜入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经过侦查，确定了别尔哥罗德炼油厂一处油库的防御情况，在油库防御相对空虚的拂晓时分，向后方发出信号。2架乌军米24直升机迅速出动，对该油库实施了渗透性打击，击毁了2个油罐。有分析指，尽管这次袭击没有造成太大伤害，但是象征意义较大，体现了乌克兰情报部门在实施渗透侦察、指引打击目标上的功力。有观察指，实际上，俄乌2国的情报部门系出同源，都脱胎于苏联情报机关克格勃。未来，俄乌2国情报部门的斗法还将持续下去。未来俄乌冲突中，情报战的发展趋势，我认为有3个特点。第一是技术高端化，比如会提升大数据处理技术，筛选出有效的信息。第二是渗透复杂化。正因为俄乌语言近似，人员交往过去比较密切，所以情报人员的这个相互的渗透，未来会更加的复杂。第三，诱骗与反诱骗常态化。现在战场上出现了非常多的诱骗装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呢，也出现了一些针对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的诱骗信息。这些诱骗信息和情报背后往往都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俄乌呢，现在打的还是难解难分，而法国呢，突然抓了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杜罗夫被捕是否会促使俄方寻找替代品？实际上，作为军队来说呢，战场通信肯定是不可能利用社交媒体的，因为俄军在进行真正的这种基层部队之间的交流，还有呢像高层向底下的这些下命令的时候，它是有自己数字化的通讯网络的。之前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初，那么像西方的发现就是俄军通讯设备呢是非常落后的，加密的情况是很少。那当时呢也导致俄军很多部队的损失。但是呢，打了2年多，俄军在这方面进展还是挺快的。现在俄军基层作战部队数字化电台呢，尤其是跳频电台。它已经呢是越来越多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视频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小方块一样。那么就是俄方现在新研制的一种加密的数字电台。那么像更高层的那更不用说了，它是蜂窝网络数字化的这种加密通信。再有呢，就是俄罗斯在过去这几年，它也打了好几颗卫星。这些卫星不光是执行侦察监视任务，还有呢就是通信。战场通信呢现在是对容量要求特别大。电报发挥的作用在哪儿呢？就是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其实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就是把俄罗斯
化为一个孤岛，让它发不出声音。但是电报呢，恰恰让俄罗斯能够发出声音。俄罗斯很多的战果在电报上呢，它去进行展示，这使得呢美国对电报呢就越来越不满意。因为呢，你不光是让俄罗斯发出声音，而且呢，这个声音还发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的这些人呢也都能看到，对于我去援助乌克兰呢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这就是累积之下，他们对于杜罗夫呢，很显然就是要动手了，至少要警告一下嘛。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其实都脱胎于克格勃，师出同门，斗法不断。所以，俄乌之间的暗战对于战场局势到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接下来会对冲突的走向发挥什么作用？康先生怎么看？我们说，22年这个俄军发动这个进攻之前呢，其实美方就已经通过在这个俄方的一些线人，而且可能是很高级的线人，获取了他的这个进攻的计划。乌军23年的这个反攻呢，有消息说，其实也是乌军的高层把这个反攻的计划透露给了俄方。所以说，在这个泽连斯基在今年策划这个库尔斯克攻势的时候呢，其实就据他自己说啊，为了保密，他完全没有跟这个北约和美国去透露。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已接近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向乌方提供射程能够深入俄罗斯境内的远程巡航导弹、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不过，乌方可能需要再等待数月时间，因为美国需要解决一系列的技术问题。被称为贾斯姆的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基本型号射程为370公里，采用隐身设计，抗干扰能力强，能利用起伏的地形实施低空突防。其增程型号据称打击距离能够接近1000公里。如果被用于俄乌冲突，意味着将有更多俄罗斯的地区处于乌方精确制导弹药的射程范围之内。分析认为，美国此时考虑向乌克兰提供贾斯姆，显然有对乌军在俄库尔斯克州行动进行支持的考虑。随着俄乌双方在库尔斯克州持续交战，美西方的身影也逐渐显现。越来越多迹象表明，美西方投入大量资源在信息情报等领域发挥作用，试图主导俄乌冲突走向。当地时间9月7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伯恩斯和英国军情6处主管理查德·摩尔罕见地在伦敦共同出席公开活动，强调美英稳固的情报伙伴关系。期间，两人还首次共同在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强调进一步加强合作，团结起来，继续协助乌克兰情报部门应对俄乌冲突。伯恩斯和摩尔在文章中写道：“过去的挑战如今正在加速，并因技术变革而加剧。例如，在俄乌战场上，借助商业和军事卫星图像、无人机技术、网络战、社交媒体、开源情报、无人空中和海上载具等开展的行动，正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进行着。在此背景下，两人表示，保持技术优势对情报工作至关重要。外界关注到8月29号，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局长弗兰克·惠特沃斯在国家安全与情报会议上也披露，在乌军对库尔斯克州的进攻中，美国就通过一个名为 GEGD 的门户网站，向乌克兰提供了数十万张商业卫星图像。这数十万张卫星图像是包含了俄军动态、军事设施布局乃至战略意图的情报画卷。根据惠特沃斯的说法，乌军可以由此更好地追踪俄军增援部队，以免受袭或被切断退路。实际上，早在8月21号，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局就曾表示，乌军在库尔斯克州的行动是在美国、英国和波兰等国的情报部门参与下筹备的，其中重要一项就是北约国家向乌军方提供了有关俄军在行动地区部署情况的卫星侦察数据。其实，商业低轨道通信卫星、遥感卫星大量下场参战，影响俄乌冲突进程早已不是秘密。早在俄乌冲突初期，美国麦克萨技术公司的卫星就曾在基辅西北拍摄到长达60余公里的俄军车队。这些照片清晰地显示了导弹、火箭炮、运输车辆、无人机、攻击机、武装直升机、野战医院等俄军装备，从而得出俄军正准备发动大规模行动的结论。麦克萨技术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空间技术公司之一，有60多年的历史。美国国防部是该公司的主要客户之一。它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提供高分辨率的卫星图像，甚至可以看清30厘米大小的物体。此外，美国黑色天空公司、卡佩拉空间公司、
芬兰冰眼公司等遥感卫星公司也都曾通过旗下的高分辨率光学和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拍摄到了大量俄乌战场上的高价值卫星影像。2022年12月，时任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美国以及北约调动了500多颗卫星，为乌克兰军队提供各种支持，其中超过70颗是军事卫星，剩下的则是军民两用卫星。这些卫星将情报及时传递给前线的乌军，同时还可以监视后方的俄罗斯本土区域的后勤保障、补给、兵员补充等情况。此外，还有消息指，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结构和功能已经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任务彻底改组。为此，美中情局甚至耗资数千万美元，为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特战分队和电子谍报司建设和装修了新大楼，理由是担心老楼容易遭到俄罗斯情报部门侦查。一名美中情局前官员透露，在乌克兰和美国，乌情报总局特工接受敌后秘密演习、武器和爆炸物使用等各项技能培训。美中情局还给该部门提供最先进的监视和电子监听系统，包括可监控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官员手机的软件。一名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前高级官员也披露称，1天之内，他们可以监听来自俄军方的独立通信信息达25万至30万条，内容多到处理不过来。大量数据通过美中情局建造的新设施传回美国，并由中情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分析师进行审查。事实上，有关美国与乌克兰之间的秘密情报合作可以追溯到2014年2月24号，时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被罢免，当时新任情报部门负责人瓦连金·纳利瓦伊琴科在情报机构总部院子里发现了一堆正在焚烧的文件，而在室内，许多电脑上的数据也已经被删除。之后，他回到办公室，打电话给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6处驻当地的负责人，把他们召集到大楼里，请求他们帮忙从头开始重建乌情报机构，由此将乌克兰的情报系统深深嵌入到了美英情报网之中。有观察指，俄乌冲突延宕2年多来，华盛顿与基辅之间的情报关系已经成为影响乌克兰行动的关键。目前，美国沿俄乌边境部署了至少12个秘密基地，这些基地大多数位于地下掩体中，用于窃听俄方情报。尽管美乌情报机构已经捆绑在一起，但美国还是留了后手。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美国制定了向乌克兰提供情报的所谓规则，试图在有效打击俄罗斯军队的同时，又能找到借口推卸责任，避免与俄方直接冲突。比如，美方不能提供攻击俄罗斯最高级别将领的详细信息，美方也应避免协助乌克兰攻击乌境外的俄罗斯目标。此外，乌方提出特定的目标信息，美方也不能够提供。不过，美方虽未提供具体位置，但会将俄军机动指挥部位置或俄军官经常活动地点透露给乌方，乌军可根据这类情报发动炮击及其他攻击。报道称，已有俄军将领因此遭袭。对于美方的心机，俄外长拉夫罗夫曾公开表示，美国方面的这种举动已经等同于实际参战了。那么近段时间以来呢，我们也看到俄罗斯相继点名美国、英国，说他们的情报机构呢已经深度参与了俄乌冲突，特别是参与了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袭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会增加战事或者说这种较量与博弈的失控的可能性吗？赵先生。俄罗斯和北约啊，我们一直说他们坚持的这种不发生冲突的红线，他们中间有一层窗户纸，就是北约没有直接的介入到这场冲突当中啊。但这层窗户纸是越变越薄了，虽然很薄，它还在。也就是说呢，我觉得这个不发生冲突，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这个共识还是很强的。但是我们不能这个排除，就是爆发一些黑天鹅事件，就是大家虽然都不想看到。但也许就是因为一个很小的火花，那么被迫导致了升级。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俄罗斯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个北约参与了、英国参与了、美国参与了？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宏观的叙事，就是这场仗、这场冲突不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是俄罗斯和北约整个集团、整个西方集体之间的。所以，首先俄罗斯是被迫参与的。
其次，我们要动员一切的力量啊，任何的选项都应该考虑，因为不仅仅是跟乌克兰啊，而且呢，它其实回应了一些可能说是质疑吧，就是我们两个兄弟国家为什么要开战呢？他现在就用这种叙事，实际上来推进它整个国内的一种凝聚力和一种共识。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即便这个情报战、暗战啊越来越激烈，但恐怕不会成为一个就是说整个战场发生重大升级的这么一个原因。那么俄罗斯与西方啊，也就是说呢，乌克兰再加上西方北约的这个支持，他们之间的这种情报战的暗线上的斗争，究竟谁占上风？石先生，如果说乌克兰加上北约的话，那么在技术情报能力方面啊，他们还是显然占上风的，特别是电子情报信息系统。那俄军很多的这种电子泄密，其实就是被人家给截获以后，然后分析了，再去进行打击嘛。像俄军的电子战能力，它主要是反无人机的。那在这一方面呢，北约也是给乌克兰提供了很大的这种支持，这是他们的优势。但是呢，如果要说人力情报的方面，那西方呢就处于劣势了，不跟俄罗斯进行任何的接触，对俄罗斯难以渗透了。所以呢，它主要是通过乌克兰去进行策反，而乌克兰本身的这个情报机构能力啊，跟俄罗斯相比啊就要差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显然俄罗斯呢在人力情报方面啊，它的优势呢就更大。我们从战场上也能够看出来，俄罗斯很多呢都是通过他所在西方在乌克兰所策反的这些人员、特工人员、间谍也好，地下组织，给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这使得俄罗斯呢在人力侦察方面啊，它比这些乌克兰和美西方占有优势。当地时间9月5号，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任命9名内阁部长。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内阁出现的规模最大的人事变动，被外界视为是在关键时期做出的选择。其中，安德烈·西比加出任外交部长的任命尤为引发关注。与前外长库列巴相比，西比加与泽连斯基政治团队关系更密切。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他曾担任乌驻波兰大使馆公参，2016年至2021年任乌驻土耳其大使。2021年5月起，西比加担任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处理外交政策和战略伙伴关系发展问题。今年4月，他被任命为乌外交部第1副部长。而对于库列巴的离任，有媒体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其未能说服美西方放松对乌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本土目标的限制，以及争取获得更多防空系统援助。就在国内。
元军事援助，援乌武器的先进程度、破坏力逐渐提高。事实上，关于持续援乌，欧洲内部并未达成一致。尽管在援助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第24次会议，德英等国表示会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力度已经大不如前。实际上，作为目前仅次于美国的乌克兰第2大武器供应国的德国，在8月中旬就曾宣布，2025年计划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减半，以优先满足其他国内支出需求。此外，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认为，欧盟选择的方式正日益将成员国拖入冲突之中。欧尔班认为，结束冲突符合欧盟的自身利益，但其已成为冲突的一方。上周，乌克兰进行了政府改组。本月稍晚时候呢，泽连斯基将会访美，与美国总统拜登讨论乌克兰方面制定的胜利计划。那么，泽连斯基进行人事调整和他这次访美有关系吗？石先生怎么看？胜利计划，那你听这个名字就能知道，它是，对于战胜俄罗斯还是很有信心。当然了，这也是在做一个表态，就是乌克兰呢还是要和俄罗斯继续对抗下去，要向西方表明乌克兰的价值所在。这样一来的话呢，泽连斯基才能有从西方呢要更多的援助，特别是向美国要表明乌克兰的态度，我还是坚定对抗俄罗斯的，那你得坚定支持我。那么调整人员，那就是坚定对抗俄罗斯的一个姿态嘛。为什么把大量的亲信派上去？那还就是因为呢，这样一来的话，我可以更好的去掌控乌克兰，我可以更好的去调动资源。要知道，乌克兰现在呢，在整体战场上，它处于劣势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控制能力，怎么去进行征兵啊？怎么动员？在美国这个战略精英的这种设想中呢，其实乌克兰危机呢，它还是作为一个从长期视角下去削弱和抑制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它是不太这个幻想说寄希望于这一战必攻一役就把俄罗斯彻底给打败或者彻底肢解的。这种胜利计划呢，唯一比较现实的，就是它可能会这个调整对胜利的定义。在不发生和这个美国和俄罗斯直接冲突的这样的前提下，能够实现的这样的一种结果，然后乌克兰又能够接受的这样一种结果，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现实的。现在种种迹象表明呢，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都不太可能像前3年那么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乌冲突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赵先生怎么观察？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美国大选以后它内部的变动；第二个就是库尔斯克战事到底以什么方式终结？我觉得这2大因素是会直接影响到这场冲突它的未来的走势的嘛。那么至于说我们如果做个研判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双方是存在恢复一些直接接触的可能性的。那么特别是在这2大变量之后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高。但是大家需要注意到，就是这种恢复的接触，它距离我们所说的这个持久的和平啊，非常的遥远啊。从接触到开始谈判，到实现局部的停火，到监督机制，到等等一系列，恐怕呢，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而且呢，我认为就外部的介入也会打断这样的一个进程。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我们恐怕不能按照以往过去这2年多时间的这种烈度来看待，因为美欧是无法给相应的规模的支持。但是呢，它的一个长期化，它的一个焦灼化的状态，这个大的方向，我觉得是很难改变的。对，我们刚才呢，更多的关注的是美国，接下来想讨论一下欧洲。德国经济目前来讲是很糟糕的，那么德国国内政治呢，也出现了极有意赢得州选举这样的情况。凡此种种会对德国援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康先生，其实德国到现在，它其实在援乌问题上，它是比较纠结、比较矛盾的。我们看，其实这个德国它是以一些技术性的原因，实际上是在减少对这个乌克兰的这种军援的力度，特别是在一些这种像比如说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的这种援助上面，其实一直就没有开这个口。相比于这个英法来说呢，就显得比较落后。但是它可能为了这个就是去坚持它的这种援乌的这样一种政治态度。
这样的一种立场，它可能在这个对乌克兰的可能经济和这种政府财政的这块援助，它还是会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俄乌今年底明年初到底谈得起来谈不起来？短期内其实虽然说这个乌克兰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损失，但是它这个抵抗意志仍然是比较强，而且说美国和北约其实也是做好了把这个冲突长期化的准备，仗呢还远远没有打透，这个柴火还没有烧完。整个的危机是存在进入一种政治解决和军事斗争同步的这样一个窗口期啊。当然，库尔斯克战事和美国大选是其中的主要变量。